胸部肋骨骨折，胸部外力撞击造成肋骨骨折，直冲。是静电了吗？你按开。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保护好他！怎么办呀？把头按了。保护好病人，这么大动静，外面肯定知道了。对，啊，邵博士啊，哦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你邵主任了。我真没想到，所有手续办得那么快。不是咱们人新出去的人嘛，所以回来的话也都是熟门熟路。张院长，我知道你挺忙的，好多事情不用陪着我。这些天呢，我会尽快熟悉一下业务上的情况。好吧，有事找小何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许医生，米生，许医生，米生，米卡，你们没事吧？我们没事，但这有病人。许医生，接过一下，范主任。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今天在检修别的电梯，维修工在操作室操作失误，电梯里有个肋骨骨折的病人，正好卡在这儿。里面有咱们的医生。有2个外科轮转的住院医，叫许燕山和米卡。电梯呢？修多久？维修部的说大概半小时左右。先不要着急，试着联系上2个住院医，看里面什么情况。你们去准备应急的手术器材，知道吧？考虑到病人有可能会有血气胸的情况，准备传刺针，把他病历给我拿回来。还有，联系普爱的孟医生，还有急诊的魏主任，让他们准备派人接应。通知病人家属，准备手术通知单。好。许燕山，米卡，现在确认一下病人的情况。确认病人情况。呼吸急促，大汗淋漓，紫绀，面色苍白，情绪烦躁。是他的呼吸音消失，天！怀疑肋骨骨折，但是没有大的创面，失血情况也还好。但是病人怎么会这么衰弱呀？也觉得是血气胸，严重的血气胸会让病人的肺部迅速回缩。可是现在从声音来听，没办法判断是严重还是不严重，但是肯定有新的出血点了。还要等多久啊？再这么等下去，病人就危险了。胸膜腔穿刺，引流积血机器，减轻肺部高压，恢复肺扩张。我手机没有信号，你手机呢？我手机电也不多了。外面的人能听见吗？现在病人很危险。能通视频电话吗？许燕山，邵主任要和你们视频通话。啊，好。我看一下，接到，有了。你们好，现在里面的情况是什么呀？不太好，病人入院前遭遇撞击，怀疑有肋骨骨折，很符合血气胸的症状，现在已经陷入休克。手边有没有应急的工具啊？没有。能不能判断出来病人的休克和这个血气胸有联系吗？病人陷入呼吸困难，大汗淋漓，面色苍白，呼吸音也消失。结合病历，如果真的有多发性骨折引起内出血的话，很符合血气胸的症状。你们现在别慌，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电梯门撬开一个缝，递工具给你们进去进行手术。在这里吗？对的，胸膜腔穿刺，引流积血，把肺部的高压降下来，恢复肺扩张。我们会断了，没电了。那还要在电梯里手术吗？要手术，通知维修部门，现在别修电梯，千万不能让电梯震动。马上。
手头上现在有工具了，穿刺手术做过吧？我就在这儿，有什么问题问我就好了。好的。米卡，我们2个人在电梯里做手术合适吗？穿刺手术并不是很大的手术，可是就算是1级手术，我们这种资历的住院医也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。万一出了问题，谁负责呀？可是如果我们不做，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死了。不是，我们也不知道病人有什么隐疾，万一手术中出现什么并发症，救回来了还好，要是没救回来怎么办？谁担责任呐？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，我们不更担责任吗？我配合你。云山，这不是你第一次实操，你之前也很成功，你在怕什么？你看着我，你是我们这一届最好的医生，无论是实操还是练习，我们是医生，我们是专业的医生，我们有能力，我们也有责任把他救回来。开始吧。快点，负责。我真的不行，米卡，米卡，我们再等等吧。你帮我扶着他。是在第7、第8根肋骨之间下针，对吧？是，你可想好了？把它放平。怎么样，孟主任？没有太大的危险，先送手术室。你们吓坏了吧？没有，忙着救人就忘了害怕了。现在交给孟主任他们，你们不用太担心。燕山，你表现得不错，应该的。你们做得很好，辛苦了。赶快去休息一下，一会儿主任医师还要问你们情况呢。贺主任，
刘山上，让开，让！什么情况？2人重症昏迷，1人头部中弹，1人头部重伤。让开！闪开，闪开！推进去，通知手脉会诊。喂，全都给我去急诊外科。什么病人这么重要？是电话直接打到上主任，可能需要会诊啊。走。舒教官，怎么是你们啊？我们的兄弟刚才执行任务的时候出事了。快进去，快进去！头部受到剧烈撞击，开放性颅脑伤，当场失去意识，出血量很大，脉搏持续降低，体温不到35度。瞳孔不等大，我估计是颅内现在有血肿。这样推去做 CT， 通知手术室随时做手术啊。好。什么情况？患者头部中枪，失去意识，子弹未贯穿，自主呼吸19到12，脉搏低于正常值。是，中弹的病人是特警，刚才推走的是嫌犯。枪应该是自制的土枪，没有爆破伤，希望子弹卡在颅骨，没有进入脑组织。先做 CT， 维持生命体征。是。啊，还有通知王主任，现在看来可能要同时开2台手术。明白。啊，去吧。好。医生，我同事怎么样？哪位是你的同事啊？特警，头部中弹，需要手术的可能性很大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明白。怎么样？颅脑伤的病人硬膜外血肿大约有50毫升，中弹的病人 CT 显示有异物进入脑组织，近期脑出血。联系王主任了吗？王主任还在手术上，其他能主刀的都还在手术中。多久下手术？巡回护士说最少要2个小时。你看，把硬膜外血肿的病人先推进去。等下，不是应该先救中弹了吗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另一位病人的手术指征更明显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只能先开1台手术。那小赵呢？等。我们能等，他怎么等？他怎么等？邢教官，现在2个病人都挺危险的，推进去不一定下得来手术台啊。让我们怎么办？不行的话，联系转院。你看一下，现在附近的医院有没有可能做这个手术？不是医生，我兄弟是执行任务时候受的伤，他是为人民流的血，你怎么能让一个罪犯先进手术室呢？我是医生，不是法官，判断谁先做手术，我只看手术指征。你搞错了吧？你要先救的人是一个罪犯，你就算把他救回来了，他还给我枪毙8回了。是警察，给我注意点。这什么地方？医院有其他病人，控制好你的情绪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是医生，不是法官，我只管救人，不管判案，别影响我们工作，知道吧？好，等会儿。不是你要救的人是罪犯。把另一个中弹的病人的片子给我调一下。颅内压上来了，这是脑疝的风险。手术指征也明显。2台手术一起开。哦，谢谢。现在附近有条件接受小超手术的医院在20公里以外。我也问了，现在转院风险更大。通知手术室、麻醉室准备啊，快点的。会要车家属在吗？我们现在决定2台手术一起做，需要家属签字。家属在吗？他母亲也在手术。未婚妻不行，未婚妻在法律意义上来讲，她不是亲人，她能担这责吗？
我是队长，我可以负责，我们警队也可以负责。一会儿你来签字，拜托了。我会尽力。你说邵主任为什么要2台手术一起开呀？要是出了事儿，怪到院里怎么办呀？邵主任既然这么决定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再说了，在制度和生命之间，当然生命为大。准备好了？好了。怎么样？病人的生命体征平稳吗？平稳，好的。病人姓名？葛小超，26岁，头部中弹，异物进入脑组织。悬吊皮瓣。头皮打开了，上钻。起刀。图案取下来了，看见血块。好了，我来。双击，吸引气啊！我要进颅了，注意血压。颅压降下来了。神经外科的手术是所有手术当中最优雅的，一定要稳、精准。好了，出血的情况止住了，做得不错。颅压下来了。枪和子弹的情况搞清楚了吗？是自制枪械，用的是铁弹。找到异物。好了，清洗组织，止血。是。张扬，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？邵主任，暴露完毕，准备吸出血肿。出血量突然变大了，止不住了。你们接手，用神经巡航看一看，颅内是不是还有遗存的弹片？是。啊，我先过去。情况怎么样？主任，你看，打静脉灯，用血肿剥离，出血量开始打清了，很糟。别慌，我来。这样止不住血，不行。用填压法凝胶海绵，悬吊止血。主任，病人血压一直在降。补充血浆。这是动脉血管瘤吗？为什么术前的 CT 上没有看到？术前还来不及做血管评估 ，CT 平扫也不能了解血管情况。主任，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个动脉血管瘤，我现在过不去，你们先把他血压稳住，别让这个血管瘤破裂。好。备用血不够了。还有多少毫升血浆？还有200毫升。让血库备血，让米卡配合你进行颅内动脉瘤夹壁术。收到，让血库备血。好。准备动脉瘤夹。米卡，暴露动脉瘤进行段，做临时阻断。是。临时阻断不必要，万一血管瘤破裂的话，可以随时临时阻断。好。分离动脉瘤周边，显露动脉瘤颈。是。
主任，病人血止住了。好了，张霞，你来吧。啊，把血肿吸干净啊，我去看一下翟丽芬。好了。动脉瘤夹壁成功，没有破裂。血肿清理干净了吗？已经处理好了。准备关颅吧。是。怎么样？2台手术都很成功，但病人出来之后呢，还要送到 ICU 去做进一步的观察。你们的心呢，暂且可以放下。还有一个情况，我给你交代一下。做手术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小超的颅内有动脉血管瘤，我们做了处理，但是有没有后遗症不知道，要看他醒了之后的状况。之前是我们态度不好，对不起。我是医生，我做决定是基于我的能力和判断。你是警察，咱们立场不同，所以难免出现之前的情况，这没对错，不用跟我道歉。谢谢。怎么可以这样操作呀？是啊，这该如何处理呀？几位还有什么看法？作为省外的前主任，尽管我现在接替了副院长的职位，对于邵主任的做法感到非常震惊，不免也对省外的前途产生了忧虑。我们经历了10年，才让人心省外这块牌子在全国响当当。我不希望看到有人用激进冒险的方式毁了它。老郑啊，也没那么严重，2台手术毕竟都没出问题。张院长，你说说看。确实啊，医生在处理病人的时候啊，同时也要兼顾医院的行政制度。院长，我可以说2句吗？可以。我就是配合邵主任手术的一个小医生，我们没有太多经验。我也知道在这种场合，其实我没有资格发言，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我的感受和一些想法。来人心外科是我从学医开始就有的梦想，这里的每一个医生都非常的优秀，我觉得自己只要勤奋再勤奋，就可以穿上这身白大褂。但是到了昨天，我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如果因为规章和制度，医生就要在2个生命之间2者选其一，那我们学医的初衷是什么？整个手术的过程我都参与了，我相信邵主任是在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。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医生真正的专业和真正的胆识，也是省外可以成为人心最大的招牌的原因。我想说的小杨。这位小医生理解得很明白，医生在职业选择上必须是生命第一，病人第一。今天上午市特警大队跟我们贺主任那边联系，说是要给我们省外送锦旗，这就是病人对我们的肯定。我们所有科研技术，最终都是为了治病救人。咱们坐那儿吧。看着没？好像就是他吧？对啊，省外的是不是？对，昨天就是他吧。哎，看着没？是省外的吗？是，就是他们几个，那是省外的。真奇怪，昨天整个医院都说咱们省外太惹事儿了，今天都在夸咱们。你看，我都听说了，你在院长会议上舌战群儒，太厉害了。我这叫就事论事，妈。这个。能不能吃你自己的？这样夹来夹去的多不卫生啊！我还没动筷子呢。你看，你这投名状一递，深得了邵主任的心呐。我也不是为了讨他的心才说这句话的呀。何小小，你知道什么呀？米卡就是个耿直个儿，说白了就是个大傻妞。你都不了解她瞎说什么呀？说谁傻？就是。开玩笑，别怕啊。
谢谢你。没事。小满啊，小满，当你申请了一个国内的医疗慈善基金，可以帮你分担一些生活费。感谢。叶小满，你在国外好好的，你给我好好的去，好好的回来，听见没有？你看，没有我给你做饭，你可别整天吃泡面啊！你不行就去你们医院食堂吃。哦，你上次那个房租付到月底了，你赶紧找一个同屋帮你分担一下，知道吗？别老让我担心。你在国外继续做饭，然后我给你弄个公众号，你就把照片PO上去，说不定你还能当网红。好，我加油。小满，咱们走吧。走了。走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再见，拜拜。回去吧。他不是省外新来的专家邵雨涵吗？这么厉害啊！才来几天就把人家小姑娘骂哭了。他被院长叫去问话了，可能啊气不顺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我没有气不顺。有情绪呢，难过1分钟就好了。一会儿进了办公室，千万别这样。赵如，张医生，这个是检查报告，8床的，签个字。我听说米卡被邵主任骂哭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刚刚路过急诊，听他们说看见米卡一直跟在邵主任身后，哭着进的电梯。他这心科主任这脾气啊，真是难琢磨。人家米卡刚在院长面前帮他说了话，他转过头就不讲情面了。我看呀，这样你还是让米卡离他远点吧。收队了。是的。克莱。好的。走。那个明天市局啊有个宣传方面的会，你去一下吧，就算给你放1天假。这事儿谁去都行，我还是去医院照顾小超吧。小超又怎么了？醒了以后闹意见，把人家护工全轰走。为什么？嫌人家护工是女的，不肯擦身子。人家护工什么没见过？哎，他未婚妻呢？照顾他母亲。那就换一个男护工吧。可别介，这要找个男的，不得把房子拆了？还是我去吧。哎，小超能好过来，我也就安心了。二哥，你醒醒啊！二哥，你有没有看见他昏倒了？看一下。怎么样？他有什么病史？他有心脏病，早上说胸口疼的不行。还有其他症状吗？没有了。让一下。
怎么了？这个病人瞳孔散开，然后呼吸和心跳都减弱。你是哪个科的医生？我今天新调来急诊的，我叫米卡，送急救室。好。什么情况？哦，周医生，这是新调来的医生米卡。病人在外面晕倒，有心脏病史，现在心跳和呼吸短促。心脏病怎么送到急诊外科来了？他手割伤了，心脏病是在候诊室突发的。像是心梗，做心电图上心电监测。米卡，你给他吸氧，慢慢开放静脉通道。好，来，准备构床。先生，叫什么名字？先生，先生，患者意识模糊。糟了，病人失产。失产，准备除颤仪。是。200件都让开。心跳有了。太好了。病人再次失产。继续。300件。有了吗？有了，心跳恢复了。怎么了？别动！先生，先生，你放松一点，放松，我们在救你。摁住！绑起来。先生没事，你们按住了，我叫魏主任来看一下。好。魏主任，病人怎么样？心跳有了，多少？178，血压是71/42。用了什么药？注射2支可卡隆。患者是在候诊区突发心梗，很快失去意识，并出现有恶性的心律失常，我怀疑有冠脉血管的栓塞。继续说，应该怎么做？如果不溶栓会非常危险，通开冠脉最快的方法就是切入冠脉手术。病人为什么来就诊？在家不小心割破了手臂，心梗是突然发力。刚才是谁询问的家属病情？我。把家属叫进来。是。主任，家属到了。二哥，他肚子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他做过阑尾手术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上周，不，上上周。有没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？血压有点高，没有糖尿病。把他带出去，让家属签病危通知书。好。病危通知书？没事没事。很严重吗，医生？主任说的比较吓人吧。周哲，通知心脏内科会诊，一会儿把病人转到急诊内科去。好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溶栓？我不知道他近期做过手术。你就是省外新来的小丫头吧？邵雨涵好歹也是带过你几天的，询问病情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她都没有教好你吗？这种情况你给溶栓，导致大出血怎么办？对不起，魏主任。出去吧，别在这妨碍我。你好，肯德基早餐。谁叫的外卖？你点的呀？你点的吗？哦，没有，哦，不是啊。来，我跟你说一下这个病人。叫完饼了。没问题。袁三，喝咖啡。这么客气，贾医生还请我吃早餐啊？米卡订的，人人都有。这里还有帕尼尼跟粥，你要哪个？啊，我要帕尼尼。好，来，帕尼尼。谢谢。你说米卡这么暖，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他走。我们想办法，争取把米卡给要回来。哎，别那么用功啊，注意劳逸结合。
米卡，哎，那个病人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手臂处理好，送到新内了。好的。哎，周哲，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新来的医生米卡，这我们师兄周哲。嗨，什么师兄啊，就是比你们早入苦海几年。以后请周师兄多多指教。一定关照，大家同门啊，别客气，我先忙。好，放心吧，这师兄人特好，经常照顾我们。马上就做。陈小燕，哎，米卡，这位没见过，急诊护理一姐冯曼曼。你好。认识的？当然。想不到你竟然来陪我们啦，米医生，我们可早就听过你的大名啊。我这么臭名远扬啊！我们先去忙啦，拜拜。是不是觉得那个魏主任说话特铁面，特别不留情面？没事儿，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没有几个不挨骂的。哎呦，该换班了，我去吃饭，你去。你去吧，我不去。好，你好好的，拜拜。现在这里模拟的就是黄金加工厂的场景，接下来你们将会抽取卡片，这个场景里有4名劫匪，抽到红色的卡片击杀红点劫匪，抽到绿色的卡片击杀绿点劫匪，这考验的是你们在弱光的环境下应变的能力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来抽卡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谢谢。不比波士顿的咖啡，你就将就啊。嗨，这都请我喝咖啡了，反客为主嘛，我还那么挑剔吗？你回国算客嘛？对了，新调到你们急诊科的那个米卡，表现怎么样？够开门见山。看来那小丫头是你的爱将啊。听这语气，看这表情，不是很满意吗？我这个人说话一向直。今天她头一遭亮相，就差点惹了岔子。现在年轻人都这么浮躁吗？少不更事嘛，所以要你调教啊。她的事情我有听说，你要把她留在省外，保她不难啊。这小丫头呢，其实是底子不错的，但需要让她尽快接受一些挫折，才能让她成长起来。你也知道，这急诊科呀，是整个医院最忙碌、最锻炼人的地方，每天形形色色的病人和家属，还有各种突发状况。那在这种环境下，她都能当一个好医生的话，那以后遇到其他情况，不就能很从容的面对了吗？再说了，有您这么一位好老师带着，那不是她的福气吗？你这是用心良苦，特别呵护啊。啊，对了，给你。这块表你还带着呢？习惯了。这是国际远程手术交流会的邀请函，我一个同学啊，出去创业，在做这块的领域办的这个，他让我帮他邀请几个重量级的嘉宾，劳您大驾了。据说啊，在娱乐圈，这种俗称为替人站台。站台？什么？这都是？你到现在还单着啊？其实，当年你和瑶瑶赶着做手术，要做准备的啊。这儿的咖啡比波士顿的好喝，我下次请你啊。哦，忘了。谢谢，拿走。不想给你站台，回见。静脉内出，心内缩。
早点睡。抱抱，这是不是有点过啊？玫瑰花会不会也不太好？发个傻笑也不好。这个早点睡的口气会不会显得太亲近了？他们医院好几个人有我微信，看见了不好吧？早睡早起，身体好。各自汇报一下手上的工作，大家最近都辛苦了，再接再厉啊！早。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早班到岗时间是7点，现在是6点55。我的规矩，提前10分钟到。做医生不可以踩着点儿来去，在我的手下，1秒都是掰成10份算的。以后我会注意的。现在开始早会，各自汇报一下手上的工作。观察室的病人都很稳定，就昨天抢救的老爷子呢比较麻烦，70多岁，因为车祸导致骨折，还有别的并发症，骨科有床位呢就会转过去。但是他的心脏射血分数不太好，目前看是控制住了，但是需要密切观察。尽快通知骨科会诊。是。我这边有个小孩，昨天晚上来的，跟爸妈吵架，拿手机摔破了玻璃，手割破的厉害，怕感染，还在输液。现在小孩气性都这么大，爸妈不准他玩手机，就吵了起来。新来的米卡是吗？是。你对分来急诊外科有很大的意见吗？没有。很失落，很受挫。是吗？可以理解，年轻医生都不愿意分到急诊来，尤其是急诊外科，节奏紧，重活儿多。你从神外分来，落差嘛是比较大。急诊的工作不如神外那么有技术含量，但也不是闲人待的地方。如果不想留，尽管告诉我。魏主任。我不是闲人，我会努力学习的。那最好。跟着周哲吧，多看多问，别再像昨天那样自作主张。明白。把心态调整好，就当现在是实习。魏主任，其实米卡能力很突出的，昨天他是因……散会。看到没？灭绝就是灭绝，话都不让人说话。哎，你再说魏主任坏话，我就一字不漏的给你录下来。谁说了？没听到啊？谁说了？其实魏主任让你跟岗呢，也是照顾你新来的，需要适应。明白，周志强。先把早饭吃了吧，一会儿还得站1天呢。好。猜拳敢不敢？来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邵主任，您平时也穿这么正经啊？正经啊？还好吧，医生不是很严谨的职业嘛。我想穿的整齐一点，病人看到我的时候，我给他们的印象就是值得他们信任和依赖。可是这样很容易给别人距离感。习惯吧，改不了了。你经常来这种地方吃饭是吧？啊。我没什么钱，
请你去那种大饭店吃饭，所以就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平时吃饭的这种氛围。而且您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，需要接一下地气。接地气儿挺好。为什么请我吃饭？我觉得之前有一些误解，我现在想明白了。邵主任的决定，是有道理的。我每天做很多决定，你说的这个决定是哪一个呢？反正我就是想让您放心，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。还有就是，不管我在哪个科室，我都不会让别人说出半个字儿邵雨涵带出来的人是不行的。有没有那么严重啊？我没带过你几天啊。我在想，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成了哪个科室的骨干，这跟我的关系大吗？你是魏兰带出来的兵，是他的功劳。我还是请教您问题吧，行吗？可以，可以，老板来了，要份脑花。要什么口味的？生的。生的。谢谢。最近呢，我看了一些病例，是有关混合性胶质瘤的。一般病灶和脑组织都连接得非常紧密，所以在切除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？不是说请我吃饭吗？今天，开个小灶。你应该知道啊，混合性的这个胶质瘤实际上是少突状细胞瘤和星形细胞瘤啊，85%是发生在大脑半球髓质。它是往皮层生长的，对，和正常的脑组织浸润性的生长在一起，所以没有明显的边界。而且有时候少突状的细胞瘤，它会有钙化，会有囊肿，所以你做手术切除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注意，不要损害到功能区。这儿，懂了没？老板。哎，来了，把这脑花冒一下，最辣的。这是您平时解剖的，您尝尝啊。好，这个你也尝尝。您自己吃就好了，我自己来，我饭量不大，谢谢。不行，我得把您招待好了。好吃。吃吧。哎，你看什么呢？啊？你点这么多饭，你吃啊？你跑这么大老远来吃烤串，说实话，这个味道真的一般。快点在旁边吃不行吗？哪那么多话呀？吃。那不是你医生吗？哟，这么巧？开那么好的车，那是你医生男朋友吧？什么男朋友？这一看就是专车司机。哪有人开这么好的车去开专车呀？那对专车司机还挺客气。米卡，新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们那个碰巧路过，跟这边吃个饭。啊，树队也在，要不要一起？我不吃了，我吃完了。你们基地离这挺远的呀，怎么还跑这儿吃啊？这边这烧烤那肥牛特别肥，所以那个刚送你那司机是谁？不是司机，是邵主任。啊，这么大主任也这么闲？没事。没有，我请邵主任去一个我平时常去的一个小馆子吃饭呢。啊，对了，我不是欠你一顿饭吗？要不然下次去那儿。你请我啊？你请我，那就不能去小馆子。行，那再加一顿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
我明天上早班，我先走了。好啊，拜拜，拜拜。算了。哦，不用了，我都到家了，你拿着吧。啊，拜拜。快来人！来人！来，这边，来，这边。快这边！小心！这。当心！来，不是你，来这边。慢点啊！怎么样？都救回来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见面会吗？现场发生意外，疏散的人群太慌乱，踩踏事件。什么意外这么严重？有人劫持了我们家薛美琪啊！米卡怎么办啊？我看到辛克磊他们特警部队全员都出动了，那个歹徒穷凶极恶的。我打个电话。今天外科谁值班？我。米医生，郊外发生了歹徒劫持人质事件，很有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。警方请求急救支援。好，走。全体注意，这里车流较大，不能直接逼停，所有车辆保持距离。嫌疑人的身份确认了。嫌疑人叫李凡，是被劫持者的红二粉丝。他经纪人说，这个人之前就经常骚扰受害者，追车尾随，还彻夜蹲守在他家附近，但都因为是粉丝行为，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。这一次，这个李凡直接扮成司机，在演出结束之后绑走了薛美琪，而且据报案人说，李凡自己说身上绑有了炸药。辛克磊，千万不能让炸药在市区的道路上被引爆。明白，我们准备把他引到郊外的空旷地方，必要时刻可以开枪。重复一遍，可以开枪。收到。所有车辆配合，将嫌犯车辆逼入前方2公里东郊出口。我们是江宁特警，已经被包围，立即放下武器，释放人质。我再说一遍，立即放下武器，释放人质。快！
我身上有炸药，你们敢靠近我就引爆！狙击手已就位，符合这几条件。2号狙击手就位。羽凡，别冲动，什么都可以商量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他和那个男的解除婚约。什么？你怎么能这样？你知不知道那个男的是个人渣呀？什么基金公司都是假的，他就是个骗子。好的，这个吕凡原来是剧组里做道具的，这个炸弹很有可能是假的，进一步实施狙击。你能确认吗？是。雨杰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大哥，这儿不安全。那个宣美琪有哮喘，要发病了。什么东西？妈妈，这是转去省外的名单，你看一下签了字。对呀。天哪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希望他们能被早点抓住。是啊，也不知道现场什么情况。先是送到你们急诊的，在这儿处置的。等一下。现在这种情况是啊，我也在这儿取暖呢。刚才送来的受伤的病人都登记好了吗？哎，那个是米卡吗？啊，你什么刚刚就一瞬间。行啦，你们又不在现场，在这儿看这个有什么用啊？该干嘛干嘛去。米卡也去了。和老周去的。你现在意识模糊着呢，指标不好，有消息我告诉你，好吧？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羽凡，你先不要冲动，我们现在只是要确认宣美琪没事就好。他怎么了？好的，这个宣美琪确实有哮喘，刚才吕凡在劫持的过程中很有可能用了乙醚，引发了病情。保证人质安全。嫌疑犯的资料已经找到了，马上发给你。好，收到。真的，这个吕凡是宣美琪的忠实粉丝，他不会希望宣美琪死的，可以跟他商量，让医生先过去。李念，找一身医生的衣服换上。收到。念，住院去。医生，你们有没有治疗哮喘的药？车上有移动的吸氧设备，吸上药马上就会缓解。没事没事，一会儿没事了，医生就快来了。没事没事。别动！不要男医生，要女医生。干什么你？我去救人啊！救人是我们的事儿，你又不是警察，哪怕有一丝危险，我也不会让你去。我是医生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如果宣美琪因为哮喘有任何的生命危险，你们的任务等同于失败。吕凡，我们现在这儿有救护车，我希望你不要冲动，他现在状况非常不好，你可以选择先让他先上救护车。你们闭嘴！我要医生，要女医生，你他妈给我找个女的来！你先别冲动，医生马上过去。我陪你。好的，画面已经调好了，你看一下。戴上面罩，马上撤离，不要停留。明白。戴上面罩，马上撤离，不要停留。那个，说两句。说什么？
哦，邢克磊，邢克磊，邢克磊，收到。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。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哎，那边，什么情况？把9号画面放大。警察不许再走了！叫那个女医生过来。你快点儿！没事了啊，一会儿就没事了啊。好的，米卡已经靠近车辆附近了。来，把氧气面罩先戴上。快点儿。没事了，一会儿就没事了啊。炸弹没有触电板连接，是假的。收到。报告好队，主电板没有连接，无法形成短路，无法引爆。报告完毕。文博，跟我走。来，我调试一下机器，不好意思。放轻松，放轻松，跟着有节奏呼吸。呼吸。有没有好一点点？好点没？他这个样子，真的必须去医院。这只是暂时的一个环节。咱没事了，走。他这样会死吗？走。你手受伤了，我帮你包扎一下。你不能嫁给他，他就是个人渣，你不能嫁给他。就在刚刚，劫持者已经被制服，并且送上了警车。而且我们得知有一位女医生配合警方的行动，使得这次的行动能够顺利完成。对于这位勇敢的女医生，我们也表示由衷的佩服。而此刻，她还在现场为受伤的特警进行医治。伤口还挺深的，得缝几针呢。哎，嗯，打这么多电话。哦，我那个，在医院的时候接到了，支援的任务，我就想打电话问问你是什么情况。就只是这样。好了。好。辛克磊。
你先忙吧。手艺有进步，谢了。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戴上面罩，马上撤离，不要添乱。邢克磊，邢克磊，邢克磊。喂，小夏，你说晚上梦到一个人，这说明什么问题啊？哼，你怎么梦见我了？代表你想我了。我梦见2年前的那个特警，跟邢克雷长得一模一样。邢克雷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是不是今天太紧张了，所以连做梦都是他呀？哎，不是，你等会儿啊，你心心念念的不是那个特警哥哥吗？怎么就一下变成邢克磊了？你希望是他？我不知道。你别想糊弄啊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今天听到他出任务的时候，是不是特别紧张？然后第一时间就想知道他的情况。哦，但是朋友你也会担心啊。得了吧，我看你就是沦陷了。你说邢队要是这个时候追你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啊，追我？不太可能吧？那可不可能的，你不得问问本人啊？就这样，再找个机会确定一下啊。哎，行了，都几点了，赶紧睡吧，明天再想。拜拜。怎么骗人啊？下面情况怎么样？都累得不行，这点人手要想挖通，不知道啥时候啊！我们是江宁特警，听说有人被困在下面。是，我是这里的生产矿长，我是梁东。我们有8名矿工被困下面4、5天了，而且矿道出口已经被地震给堵住了。有没有人受伤？下面情况还不清楚，上面有几个受伤的，在那边棚子里。医生，跟我走。有网吗？没有。那你怎么在发邮件啊？先编写好了，等有网地方再发出去就行了。哦。你别看我，看前面，看路。停一下，停一下！有个孕妇。啊？下面还有没有水和食物？他们下去的时候随身带了点吃的，但肯定不多。再撑下去，估计很难。这样，我和消防的兄弟先下去看一下，有没有平面图是从这儿下吗？有，我这里有。这里是出人的副进口，供电系统已经坏了，现在正靠我们的备用发电机在发电。主井和副井是相通的，我们从副井下，实在不行再去主井。主要是怕下面有坍塌的情况。有线，我们先去靠一下，走，慢点，慢点。
放心，放心，瞧一下，小心点。靠一下。陆枫啊，羊水破了，马上就要生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哪知道怎么办啊？那送医院啊！送医院他走不了，怎么送呀？那也不能你接吧？接什么你？我tre的呀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的伤员，但是我们的药可能不够。于峰，你看一下米医生需要什么，顺便联系指挥中心，请求支援。是。麻烦您带我们下去。好，这边。我手怎么那么烫啊？可能我是暖男吧。你小心点儿。等会儿啊。来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你一定可以的。想想孩子能在这样危难的时刻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带着所有人的祝福和希望，你一定能让他来到这个世界的。加油，好吗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 1、2、3。这边。行队这太窄了，只能6、7人同时挖，而且不能爆破，怕二次塌方啊。对。这样吧，咱们所有人分成3组，轮班打，这样效率高一点。对，我们可以先找个松动点，一起合力突破，把水和食物先送进去。雨林，你上去要些葡萄糖。好，我帮你。你们休息一下吧，我们来。你行不行啊，小夏？哎呀，你别吵了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1、2、3，加油！马上了，马上了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对对，好，好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生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。我，陆枫，哎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包一下呀？有，快，好。来换吧，来换了。以后你可要好好爱妈妈哟，她可是拼了命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。谢谢，没事，谢谢你们，没事儿，没事。来，快。小夏，真有你，临危不乱，厉害。有一半你的功劳，
那是不是对我又有了新的认识？其实我还有很……可不是嘛！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在外面听别人生孩子也能一惊一乍、滋儿哇乱叫的。谢谢你激发了我的潜能。我叫了吗？我还一惊一乍了？没有啊，男人叫一下怎么了？哎，行行行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摸。我听说你帮人生了个孩子。什么叫我帮？也是，我帮他生的。我跟小夏一起生的。谁跟你一起生的？你语文也太差了吧？怎么句句都是歧义呢？这怎么能叫歧义呢？我俩帮忙野外顺产多牛啊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亲眼见证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呢。您不知道，我当时抱他的时候我有多紧张，我真的亲了怕把他摔了，重了又怕弄疼他。是不是特别兴奋？你可是这个世界上第2个抱过他的人。是啊，那我得认个干亲啊。那我第1个抱过他，那我就是干妈喽。不是。是，你是干妈。我得给我未来咱俩的干女儿买点什么，顺便把这干亲结了。什么咱俩的干女儿啊？不过是可以给她买点小衣服、小鞋子什么的哈，反正早晚能穿得上。我正好知道一家网店，让你看看。来啊！可爱吧？哎，这个真挺可爱的哈。这个，舒文波，你快！我还知道一个卖婴儿。量一下这边的血压。好。玉峰，已经挖了7、8个小时了，怎么样了？还在挖，我来拿点吃的送下去。安静。有声音，方向是对的。小心。没事吧，兄弟？要不要休息会儿？我没事。小心。有人吗？啊，有，我们在里边。里面什么情况？我们都还好，就是饿了2天了，这里边只有水。陈大，我要食物，食物，食物，食物。别急，马上救你们出来。邢队长怎么样了？邢队还在下边，他让我们上来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再去替他。辛苦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哎，皮医生，我刚跟矿人联系了，他们这柴油快烧完了，柴油一断，备用发电机得停，所以矿龙也就用不了了，所以得赶紧把你给弄上来。能修好吗？能修是能修，就是路还没通，不知道修的人什么时候到。哦，太好了！底下终于挖通了，人马上就可以上来了。
兄弟，最后一组啊！是我最后一个，第8个了。我们韩组长也下矿了，他在最里边的工作面，他那边也塌方了，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好，你们俩跟我走啊，注意安全啊，慢点。哎，没事，我觉得没事。哎，走，在里面。地下还有一个伤员，情况很危险，现在需要一个医生下去。我去。好。倪医生就在前面。韩组长，你现在怎么样？就是插不上来气。气。什么？可能是肋骨骨折，我需要给他固定胸廓，要不然断骨移位刺穿了胸膜和肺组织就糟了。你们帮我把上半身抬起来。慢点，慢点。我急救包没拿，你们先上去啊！你们先上，我陪的。你们注意安全啊！哎，上来，上来！没事吧？这上来吧。怎么了？韩组长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，老韩？他没事，刚才打了镇痛针，真的。这会儿睡着了，你放心吧。放心吧，放心吧。老韩，罗婷上去了吗？怎么样？余震，余震！快照顾伤员，大家快照顾伤员！大家要把皮装成建筑，稳住！醒队！米医生，醒队！灌笼给卡住了，柴油烧完了，这灌笼没法用了。行队，行队，米医生，行队，米医生收到，请回复，收到，请回复。下面可能没信号，或者对讲机砸坏了。梁矿长，还有其他地方能下去吗？主井口那边有一个通风口，那边是斜井，我们可以顺着铁轨往里走。对，刚才邢队看图纸说下面是通的，我们去那边。
大家拿上装备，走，快走！帮我拿下。慢点。 都走了。我看过平面图，还有另一个出口，带他出去。走。把这个拿上。啊。 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发烧了？可能没休息好，撞到线。慢点，这里就是主井口的通风口，下面很可能已经塌方了。我们进去看看，边走边挖。好，走。大家注意安全啊！小心！哎，慢点，小心点。大家注意安全啊！大家一定注意安全，台阶有松动，一定要注意脚下。好的。小心啊，慢点啊。 小心点，来，慢点，小心。啊。你没事吧？ 这样，我到前面去看看路，你在这儿歇一会儿，好不好？一起走，别分开。这个。 你确定这是你说的那个出口吗？确定。对劲了。小心！行队！行队！迷生！迷生！迷生！行队！
行队！弥生！辛克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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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费力气，别费力气。 陪我坐一会儿，陪我坐一会儿。我有话对你说。上次军训小花园，我的小抄不是被你发现了？其实我还有一个小抄，本身想读给你听的。我现在突然发现，我好像可以把它背下来。 你看，你看，毛孩，我想真正而热烈的邀请你谈个恋爱。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求你了，听我说。我知道我不完美，但我愿意为你这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，任风雨呼啸，我也要为你撑起一片晴空万里。 在阳光下，花草中，无忧无虑的幸福着。如果你也有一点喜欢我，能不能答应我，陪我坚强一次？一定要出去，你看，一定要出去。对不起。 我可能做不到。秦克莱，秦克莱，秦克莱，
什么？贤队，醒了，贤队。米医生呢？医生说你右手没有大碍。米医生呢？当时坑道里极度缺氧，他把氧气面罩给你戴着了。后来呢？我问你后来呢？后来他说话呀！我来了，声音这么洪亮，看来恢复的挺好的。邢队，你是不知道，舒队知道你受伤昏迷，二话不说立马就赶过来了。你不知道他有多着急。谁让你们说的不清不楚的？不是你当时那真是太着急了，我这边电话没说完你就给挂了。不过那情况当时特别的危险，你这我们要再晚到一会儿，你们这昏迷了，这可能就不在这躺了。呸！啊呸！这米医生和邢队福大命大。这么闲啊？出去。我们担心你啊。周文静已经送回江宁了，刚才打电话说你现在什么情况？说完了。啊。陪你出去快点！哎呀，陪你。陪什么陪啊？哥，出去！事儿跟你们说，有完没完？这点事说来说去，舒文波你怎么？你是不是傻？你们仨呀，赶紧给我出去！神经病。坐。把衣服披上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你没事儿。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什么话呀？我好像听见有人说喜欢我，还说喜欢很久。当时不是昏迷了吗？该听见的话也得听见。那你说的话呢？我喜欢你，能不能和我处对点？反正吧，你要是不接受我，估计也很难嫁出来。你能不能配合一下啊？谈恋爱这种事儿，我一个人也搞不定。能不能做我女朋友？能。合作愉快。我呢，送给我女朋友一份礼物，一个礼物。尊敬的特警先生，首先请接受我的崇高敬礼。
感谢您在珠宝店救援行动中用生命保护了我们。虽然这像是一场噩梦，但同时我也是幸运的。在这里再次向您表示感谢，米卡。我救过你一命，你也救过我一命。礼尚往来了。幻想一个未来，拥有一片星海，在某一刻看你向我走来，孤单经过人海，看别人的精彩，而我的心在等谁来主宰。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我希望你喜欢我，并不是出于感激，而是真的喜欢我辛克雷。我喜欢的是辛克雷。所有的美好都在一瞬间，像真实的存在。